城市里笑傲，冷月光。一座之天作比好，这一生如薄膜之上，轻轻跌宕。旁边冷对锋芒剑，阴雨刀光，海畔春心般村庄，人下鲜黄海无涯，暗涌无数惊涛。千秋之堂转身，青春作颜料，风雪爬上鬓角，白纸也不拿，无言里藏不灭的光。一身傲骨，不惧风霜，笑对荆棘，结网做孤狼。生来就独来独往，傲骨不改分毫，真正响彻云霄汉室中，一颗心为你滚烫。是我幻听了。怎么样，放好了吗？放了，但是它能喝吗？我有办法。雪莹，怎么了，静秋？你没事吧？你这火之阵也练得真不错。没事。我们再等等。三睡着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喝了嗜睡灵液。静秋，静秋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好。哎，或许和冰雪类的法术有关。看看这本《冰雪妙缘》，冰雪公主和骑士互相表明了心意，骑士摘下最美的花朵献给公主，公主欣喜地接过，在世人的见证下，骑士吻向公主，而公主胸前象征着爱与美的雪花符也闪烁着明亮的光芒，骑士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书。采集7749片雪花，放入冷冻瓶中冷冻，以初1和15新鲜露珠加以滋养灌溉，再辅以铃兰柑橘的花瓣为提色点缀，用最小的火，切记是最小的火，要有耐心，烤制约2个时辰，便可以得到一枚有形有色有香有味的雪花符，色香味俱全。什么雪花符？龙山国民间美食杂技。等解决了我身上这个雪花符，我们倒也可以试试做这个色香味俱全的雪花符。好，到时候我们一起做。龙山楼的藏书阁真是包罗天下万象啊！可惜就是没有和法术有关的雪花符。再找找，我们把这些书都看了，也不算是白来一趟。走吧。真是好久都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了，怎么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？还是这本《龙山国地理地形催眠》啊？
们需要想个法子，看看怎么样才能出去。既来之则安之，起码这里目前是最安全的，我们慢慢想办法。雪鹰和静秋到底藏哪儿去了？这整个长风学院我都找遍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他们肯定没在长风学院嘛，要不然那么多人找他们，肯定一下就找到了呀。要不我们去龙山楼看看？龙山楼不是号称尽知天下事吗？龙山楼也太远了吧！而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哦，去龙山楼获取情报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。你不是阴影部又进步了吗？去龙山楼又费不了你什么事儿，很快就来回了。你确定他们能有雪鹰和静秋的线索吗？要不我们去水源道观？静秋出自水源道观，雪鹰哥哥又拜师建了星火宫，现在司空观主也算是他的师傅，想必水源道观会有线索啊，对吧？你说的对。走，悠月，我们去水源道观。好。小心！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吓死我了！这是魔族的黑雾沼泽，功力越强的人，粘得越紧，陷得越深。悠月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都被他吞没了。这种黑雾沼泽看起来只是黑色普通液体，但是材料极为难选。魔族竟然如此大量的使用，遍布在这水源道观之外。看来，师不抓到静秋，和雪鹰哥哥就不会罢休的。刚才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街上的人，神色也挺奇怪的。现在想想，估计就是隐藏起来的魔族小兵在找雪鹰和静秋。无论是被长老会的人抓到，还是被魔族抓到，都对他们的处境非常不利。我们一定要赶在所有人之前找到他们。长风学院没有，雪石堡没有，水源道观也没有。那你说他们还能去哪儿呢？哎，悠月，你和静秋有没有那种只有你们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据点？我们平常就是在百花阁。不是说女生之间都会有那种女生之间的小秘密吗？你们俩谁说女生就一定要有了？那你们男的呢？你和雪鹰哥哥有吗？我和雪鹰也不需要啊，我们俩在房顶上都能喝一晚上。喝一晚上？哦，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跟雪鹰哥哥提过，我小时候不是喜欢经商吗？我爹又不允许，我一赌气就会溜出家门，偷偷溜到一个叫东隅酒馆的地方。那里啊，环境僻静，人烟稀少，没有人打扰。当时雪鹰哥哥还说很感兴趣，他说有朝一日他想去那儿看看。你说他们会不会去那里？人少，僻静，雪鹰正好又知道这个地方，那他们很有可能在那儿啊。你知道怎么走吗？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去看看再说吧。啊，好，走。布谷布谷。裴阳波，雪鹰，雪鹰，雪鹰哥哥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们？这是我和雪鹰之间的秘密。虽然呢，我们没有像你们那种秘密据点，但是我们俩也是有秘密暗号的。什么秘密啊？其实也不算秘密。以前我们在长风学院商量好的暗号，蒲阳波经常出去偷吃，让我帮他放风。一个人来呢就叫一声布谷，两个人来呢就叫两声。难怪谭石师傅总抓不到偷吃的人，原来是你们互相配合打掩护啊！少主，跟我回墨雪国。雪婆婆，我现在不能回去，你留在这里才更危险。现在你才是整个龙山国那些所谓正派和魔族的目标。我的神脉已经慢慢觉醒，自保的能力我还是有的。
况且我还有他们。雪婆婆，我们会保护好静秋的。我们都会好好保护静秋的。是。龙山大陆本就是我父母当年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想要守护的地方，而我不能为了自己就弃他们于不顾。国主，不行，他们是会拼尽全力保护你的。我们早日铲除大魔神，那么静秋和夏族就会平安无事。对啊，叶梅前辈笃定地说，大魔神的残身就附在司空观主的手臂上，我们直接去找他问清楚不就完了吗？师尊，大魔神的残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现在在哪儿？他早就被关在星火宫的密室里了，雪没告诉你啊？雪姨，你骗我！师尊他是不会的，我要去找他。静秋，哎呀，我又说错话了。都怪你！这回得换雪鹰假扮了吧？师尊的体型还是你比较合适吧？那我觉得优越比较合适。师尊，他这么容易就破解密室了，而且周围连守卫都没有。喜云店主说这密室很难被破解，不需要守卫。他让人都去追查你和静秋了。这看起来，对司空观主来说也易如反掌嘛。事情不简单，我们跟过去看看。好，走。他在干什么？他对面的人是谁啊？看不清啊，穿个白衣服，感觉是个高手。师兄！是白元之。白元之，太中了魔族的毒。也许中毒的只有一个，就是被魔化的白元之。师兄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当我魔毒发作的时候，魔毒就像无底洞，你是填不满的。别再白白耗费你的功名了。只要我活一天，我就不会让你死。你这是何苦呢？不过师弟，我很快就会完成我的使命，到时候就彻底了无牵挂了。你们出来吧。静秋，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？静秋，血化符就在他体内。师兄，师兄，这些年，我就是靠着要找到雪花符，并且摧毁他的信念，忍受着魔毒入侵的痛苦，才能支撑到现在。如今，雪花符重现人间，就在他身上。师兄，你先冷静点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师兄，雪花符在静秋体内，雪花符当时不是已经摧毁了吗？我之后会跟你解释的。你替我毁了他，快去！师兄，师尊，怎么从来没有听您提起过您还有位师兄啊？你们面前的白元之，他是我的师兄独孤岭。那次大战，师兄为了保护我，身中魔毒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以为师兄已经死了，师兄，可没想到又叫我遇上了他。这些年，师兄一直跟体内的魔毒相抗争，而且魔毒侵蚀经脉，越陷越深。我能做到的，只有用内力给他压制，让他不这么痛苦。所以，
您手臂上的黑色印记并不是什么大魔神印记，而是为了救白大师所沾染的中毒迹象。白大师当年身中魔毒，想摧毁雪花符，在摧毁时却出现了失误，雪花符逃跑了，所以他找到了拥有神脉、灵力最强的静秋。我神脉觉醒的同时，也便将这枚雪花符唤醒了，所以白元之想要杀了我，以绝后患。这是我曾经犯下的错误，今天就让我来弥补它，了结了这一切。可师兄，这一切不该由静秋和任何无辜的人承担责任呢。他为了下族也只能如此。师兄，如今魔族已经知道雪花符尚存于世，他们肯定会奋力争夺，打开青铜棺材，重塑大魔神。他们甚至还去了水源道观，想要抓走静秋。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魔神残身在什么地方，但现在倒有一个办法可以引蛇出洞。怎么说？现在静秋很危险，但是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师尊，您就别卖关子了。我不是卖关子，我只是还不确定这样做成功的机会有多少。那就赌一把。我们必须要尽快查出司空阳手臂上的魔族印记，到底是不是魔神残身寄居。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于静秋，他身上的雪花符才是关键。魔族只要得到了雪花符，就能打开棺材。他从小就在水源道观长大，只要司空阳还在这里，他早晚会回水源道观救他的师尊。打扰二位，我有一计可以一举两得。雪鹰，你把于静秋藏到哪里去了？什么计策？说来听听。杀了司空阳，逼出他体内的大魔神残身。他手臂上的魔族印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身为下族元老勾结魔族，这对龙山国的威胁无法估量。如今大魔神残身迟迟不出现，让我们十分被动，所以这是最好的机会。杀了司空阳，逼出他体内的大魔神残身。那于静秋呢？雪花符还在他身上。雪花符是要寄宿功力最强的人，当今整个龙山大陆，能与神女神力不相上下的人，恐怕只有魔神。没错，到时候于静秋一旦现身，魔神残身便一定会逼出他体内的雪花符，到那时，便杀了司空阳，一同将魔神残身和雪花符剿灭。这个计策是不是有些过于冒险了？而且，你真能做到杀了司空阳？过去我敬重他是师傅，可如今，他不过是个下族的叛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二位元老，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，否则就算杀了于静秋，摧毁了雪花符，但青铜棺材绑定了6位元老的性命，只要魔神残身把6位元老都杀了，一样能解开封印。只有将魔神残身彻底杀死，他才不会复活。你找到于静秋了？他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他现在在哪里？隔墙有耳，恕我不能告诉2位。但如果你们同意我的计划，行动当日我一定带他出现。这已经是最后的机会。如果2位元老不同意，那就等静秋回到魔雪国之后，我们再做商讨。好，就按你的计策办。杀司空阳谈何容易？万一中间出现什么差错，叶梅，以前我们多少大风大浪都见过了，只要部署周密，不会出问题的。看来2位前辈已经同意我的计划，那么就由我来布置一切。行动当日，我会带于静秋提前出现，合力演一出戏，到时便逼出魔神残身和雪花符。好来，你带人做好接应，到时候一定要拿到雪花符。重见天日这一刻，我已经等了太久了。
主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和大祭司好好配合，祝您早日拿到雪花符。现在我们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，这一天他终于还是来了。待我复出，你们是最功不可没的功臣勇士，也是我最信赖的左膀右臂。到时候你们便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整个龙山国都将归你们来掌控。是。司空阳，没想到你勾结魔族，交出神魔残身，以死谢罪，留你最后一次体面。你还惦记着他身上的雪花符？魔神残身不在我身上，就是杀了我，魔神残身也不会出现。司空阳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狡辩？要想魔神残身出现，就先杀了他。我看你也装得太久了，今日就让你现出原形。当时我进星火宫，就是为了调查那个拥有传信盒子的奸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元老们之间使用的，所以奸细就在6大元老之中。太叔公主、鹤山主和纯元都已相继牺牲，而魔族想要解封青铜棺材、复活魔神的想法并没有终止，并且在我的神脉觉醒后，魔族很快就知道了我的身份，想必那奸细还在剩下的3位元老之中。司空观主不可能是奸细，他手上的伤皆是为白大师治疗所致。我们师兄弟2人，要是魔族的奸细，于静秋早就没命了，不用等到现在。当初我怀疑你是魔族奸细，你就不怀疑我？你是为流云报仇心切，心系下族，一心想找到奸细，我怎么会怀疑你呢？再说你也一直没有回到元老会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你根本不会是魔族奸细。况且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沉得住气呢？这个齐云，看起来道貌岸然的老好人，居然投靠魔族，混在元老会里当奸细，害死了多少下族同胞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容易，我是想逼他自己现身，引出魔神残身。杀了达尔豪，我们大家才能安宁。回事？
怎么才能让魔神残身出现？现在雪花符在静秋体内，魔族一心想得到雪花符，打开青铜棺材，而席云又想将浑水泼在我身上，让大家认为我是奸细，除掉我，就可以少了一个元老，这样他们可以一举双得。我们就将计就计，做一个处决我和静秋的局，故意告诉大家，只有杀掉我，才能让魔神残身出现。而魔神残身一旦出现，会按照雪花符的指引，寻找灵力最强之人，飞出转世，跟魔神而去。到时候，我们再毁了雪花符。因为魔神残身根本不在司空观主身上，所以根本不会现身，而雪花符也不会从静秋体内移出。这时候我们要杀静秋，魔族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他们害怕我们真的杀了静秋，雪花符就没有指望了，所以他们一定会行动。我们提前在席云周围布上法阵，让他动弹不得，这样反过来我们处决他，魔神残身肯定会显现逃走，因为他是不会跟着席云一起被处死的。我在阵法上设了定身符，席云，你果然是奸细。东魔血液，我们终于见面了！不然不会隐藏这么深，万一出现了状况，让他逃了呢？那我就在卢家堡等他。之前我们想找魔神会，我好几次追到卢家堡附近，线索就断了。但我敢肯定，那是他们回魔神会的必经之路。师傅，这一仗我有信心。为防万一，秋白，我陪你一起去，配合他们的行动。好，卢家堡就交给你们俩了。快进虚界！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卢家堡背后一定有另外一个空间，那应该是魔神会的藏身之处。另一个空间？卢家堡这片废墟，极有可能是进入虚界的入口。什么是虚界？虚界乃是天地间一处特殊所在，连超凡也无法进入，唯有练成虚界真意，才能进入虚界所在。下族无数修行人士都尝试过，但都没有成功。你也不行吗？元老们都不行。这魔神会就藏在虚界。我们下族打垮了魔神会多个分坛，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大本营。他们极有可能把最核心的东西放在了虚界空间里，包括青铜棺材，还有娘，我一定救你出来。这一切都是他们提前布下的局。这次要不是我发挥魔力及时现身，你们都死在那里了。是属下思量不周，请魔神治罪。治罪有什么用？他们现在非常狡猾。你既然已经暴露了身份，
就不能再用袭云的身份回到正派中了，好好待在魔神会，用魔族的身份做事吧。是。凝魂丹进展如何了？已经用莫阳鱼的太古血脉浸透了凝魂丹，接下来只要拿到雪花符，解开青铜棺材的封印，主人再次觉醒，便可重新降临人间了。好，三祭司那边有什么动向？这个属下不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了。那个姬荣半人半魔，不可以完全信任。如果发现姬荣动了别的心思，便不用留他。是。眼下是我复出的关键时刻，进攻下族指日可待，绝不可让其他琐事耽误了大计。属下明白。龙闪国最后逃不出我的手心。空间切割法最关键的是，需要用斗气调动天地之力，去感受空间运动的轨迹，然后去寻找那一闪而过的空间缝隙。长风骑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哥哥呢？借法杖一用。这是青石的法杖。出掌用力在于丹田，而空间切割用力在于心。六棱剑也好，其他武器也好，只不过是个工具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要能调动天地之力，做到稳准狠的去操控运动轨迹。不行，师傅，我连你教的皮毛都没有掌握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对啊，师傅，您修炼了10几年，对于雪鹰来说时日尚浅，她能学会切割空间的真意吗？师傅，是不是只要我学会空间切割法，我就能进入虚界？你说的只不过是眼前的空间，另外还有一个平行的镜像空间。都说虚界真意才能打开虚界，但是龙山国没有人能做到。他们通常用的是水火风真意中的其中一种，而你竟然能够同时使用。也许配上空间切割法会有所帮助，但这只是方法，如何进入虚界还得靠你自己。可我现在连空间切割法都没有学会，进入虚界谈何容易呢？你已经突破了3重真意，天分和努力不必说了。你现在要学的不是招式，而是方法。你要对空间有一种一击即中的心理。一击即中的心理，我再试试。水神，喂，干什么？雪鹰，你成功了。你小子孺子可教。那怎么会有点头晕？是不是因为我刚练成的缘故，师傅？雪鹰，趁热打铁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雪鹰，你没事吧？雪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不是逃来是吧？静秋，静秋，静秋！少主，都怪我，我应该阻止静秋给我输送神力。什么？输送神力？少主，你疯了！你竟然用这种损耗自己的方式来帮助别人，你不要命了？雪鹰的母亲被魔神会抓走了，我必须要想办法帮她。岂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要是你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向逝去的魔雪国主和夫人交代？从现在起哪儿也不许去了，就好好待在屋里休息。静秋，听雪前辈的话，他是为你好。可是我没事，我
我已经掌握了基础的空间切割法，我相信，认真练下去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参悟出虚界真意。悟，你快出去悟吧，别打扰我们少主休息。我和雪莹这就离开。金秋，你好好休养。师父，我刚刚在练习空间切割法的时候，感受到它并不能与水火风3种真意相融合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猜想，是不是还有第4种真意，四者相融，方能形成虚界真意？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找。艰难的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出路，但是我相信，以你的能力，一定有办法解决。他这样已经第5天了。难怪当年国主会不顾一切下界帮助夏族。夏族英雄守卫帝国的信念和意志力真的令人敬佩。仅凭这一点，魔族就未必能赢。雪鹰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夏族的守护者。少主，你怎么了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我一直陪在雪鹰身边，感觉自己越来越虚弱，尤其是离他越近的时候，好像力量被什么东西吸走。力量被什么东西吸走？难道他是莫阳瑜的儿子？是啊。那你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因为太古血脉。什么意思？若真是如此，那你这辈子都不能跟雪鹰在一起。雪婆婆，你这什么话？你快说清楚啊！哎，当年真正杀死大魔神的，就是莫阳瑜的太古血脉。夫人，这人世间最强的力量，也是唯一能杀死神的力量。当年要不是莫阳瑜出手，这夏魔交战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。少主，这太古血脉和神脉是相克的，如果雪鹰的体内有太古血脉，那么他这几天的修炼很有可能就会觉醒。你之所以会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就是因为太古血脉在不断蚕食和消耗你体内的神脉之力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和雪鹰，雪婆婆，你说雪鹰会不会没有太古血脉？青石也是莫阳瑜的儿子，也不是莫阳家族每个人都有太古血脉啊。少主，
你又何必这样自欺欺人呢？他既然是莫阳鱼的嫡子，就算现在没有爆发，日后也会觉醒的。血脉的事情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注定无法走到一起。少主，你如果要和雪鹰在一起，就一辈子都不要让她觉醒太古血脉。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我这样做太自私了。纵使这辈子我们都不能在一起，我也希望他能练成虚界真意，觉醒太古血脉。我希望他能救出他娘，杀掉魔神。就算我们真的不能在一起，我也只希望他能好。揽入君子一世寒窗，昔日颜欢少年儿郎，前尘一指流光，云何念念不忘？一盘棋，一壶酒，一声长。煮酒论茶，眉目疏朗。云深不知问心可放，梦里煮酒论茶，千山外不见故乡。旧城里陈年世界怅望。望将月光点亮烛光，不言锋芒，叹人间不忘。俗世偏爱尘之无常，且行从容，叹苦人无恙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雪里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出山河安康，愿与君共赏。望将星光藏尽时光，不与相忘，天涯也无妨。俗人偏爱贪欢，寒长渐行渐远，杯酒添诗行。记忆中描摹你的目光，暮雪几里拂袖落满霜。风过出山河安康，愿与君此行。